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于周日开启东南亚之行，到访新加坡和越南。他成为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出访亚洲的最高级别官员，也将是首位访问越南的美国副总统。有观察指出，拜登政府高官近期接连访问东南亚，试图拉拢这些国家形成恶华包围圈，共同对抗中国。但东南亚国家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美国的如意算盘将落空。拜登政府此时为从战争泥潭脱身而抛弃阿富汗政府的做法，也让美国对地区国家的外交攻势变得苍白无力。当地时间周日上午，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抵达新加坡进行访问。应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邀访，哈里斯将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新加坡外交部发文称，哈里斯来访期间将与总统哈利玛会晤，与总理李显龙会谈，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哈里斯与新加坡私营企业及官方代表讨论供应链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此前有媒体称，哈里斯此行旨在与芯片供应链重要国家建立良好贸易关系。哈里斯周五也表示，全球芯片短缺引发的问题十分真实。周二，他将启程前往越南，这是哈里斯首次正式访问亚洲。白宫表示，此访将会聚焦安全、经济伙伴关系和全球卫生的议题，表明美国对该地区的承诺和重视，以及该地区是美国印太战略的一部分。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周四在简报会上透露，哈里斯之所以前往这2个国家访问，是因为印太地区对美国太重要了，而美国在那里也有着持久的利益。哈里斯这个访问新加坡和越南，主要是要加强与这些国家战略上的一种互信。从这个技术层面来说了，他这一次去的话呢，主要是要实现在疫苗上面实现与这2个国家进一步合作的一个目标。另外，也是在高科技，包括芯片在内，这个美国尝试着重组供应链。那么在这重组供应链的过程当中，这2个国家的定位到底如何？这次他过去的话，主要是谈这2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我们说外交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也就是说了，这个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战略竞争加剧的这么一个大环境下来，争取这个东盟国家，是东盟对美国友好的国家的支持。事实上，拜登政府近期对东南亚地区格外上心。在哈里斯此次出访前，美防长奥斯汀已于7月下旬访问新加坡、越南、菲律宾。8月初，美国务卿布林肯又出席了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议。此后，美常驻联合国代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还访问了泰国。观察指出，拜登已经把亚洲列为外交政策议程的一个关键，一系列围绕东南亚的外交努力在未来几个月内还会持续。有观察指出，哈里斯此访的重要任务是继续修复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遭到破坏的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在特朗普任期内，美国驻多个东南亚国家的大使职位长期空缺，美方参与地区机制的级别也有所降低，这被外界认为是美国忽视该地区的表现。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莫里希伯特表示，哈里斯需要向新加坡和越南重新证明，美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承诺是坚定的，而不是像在阿富汗那样。虽然美国极力向东南亚国家展示华盛顿是值得信赖的伙伴，但美国从阿富汗仓促撤军以及阿富汗目前的混乱局面，给哈里斯的亚洲之行笼罩上了阴影。美国的可信度和能力遭到了质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说，美国从阿富汗拙劣的撤离，让哈里斯的新加坡和越南之行面临严峻挑战。美国强化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一个方面呢是弥补美国过去20年来这个对这个地区不太重视的这么一个弱点吧；另一个方面的话是强化与中国这个在这一地区竞争的这么一种态势。所以美国的这个现在的这个说法也好动作也好已经非常的明显。也就是说，在现在以及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将把东南亚地区作为与中国竞争争夺的一个战略要点。外界普遍认为，包括哈里斯此访在内，美国近期拉拢东南亚国家是基于过时的冷战思维，意在挑拨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谋求把东南亚变成压制中国的前沿阵地。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指出，在拜登政府对抗中国的政策中，与盟国及友好国家加强合作占据核心地位。为构建对华包围圈，美国今后还将派遣更多高官访问亚洲，或与各国开展更多磋商。但东南亚国家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希望同2国平衡地发展关系。8月初，李显龙在参加阿斯彭安全论坛时指出，许多国家希望中美关系紧张加剧的趋势能被遏制。美国的许多盟友都希望能够维持与中美2国的广泛联系。
奥斯汀访越后，越南外交部发言人黎世秋恒于8月5号重申，越南一直十分重视巩固和强化与中美两国的关系，不会与别国联手对抗其他国家。观察指出，东南亚国家对自身的利益、美国的目的以及中美两国的作为都看得很清楚，他们的对华政策不会轻易被美国拉拢所左右。美国前驻越南大使施大伟表示，东南亚国家不想被视作棋子，而是希望自身的利益和主张能得到考虑。东盟国家都有着不结盟的这么一个传统习惯，也就是说，在冷战时期，这些国家在美国和苏联呢这个拒绝选边站。那么在现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这么一个档口，这些国家也不愿意在两个强国之间选边站队。另一个，我们知道，这个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经济非常的紧密，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是中国最大的出口贸易地，所以他们与中国有这么紧密的这个经济联系，他们就很难站在美国的这一边与中国作对。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今天到达新加坡，开始东南亚之行。您觉得他的访问会撬动东南亚在中美间的平衡吗？美西你好，你说的对，这次哈里斯访问新加坡、越南两个东南亚国家，就是想撬动东南亚在中美之间的平衡，想让东南亚倾向到美国一边，成为其印太战略的一部分。可是非常不巧，就在他出发以前阿富汗局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美国信誉扫地，不仅阿富汗人及美国要干预的国家的人们不再信任美国，就连美国的盟友加伙伴欧洲人也不再信任美国，认为美国毫无信誉和道德可言，自私自利，一走了之。这对哈里斯的访问带来信誉危机。你美国在阿富汗20年都不顾及当地人的死活，说走就走，那你给新加坡人、越南人还有东南亚人说话，究竟该听信几分？有多少是忽悠和蒙骗？那么所谓的承诺能够实现几分？可以说哈里斯的东南亚之行笼罩着巨大的阿富汗阴影。再说了，现在的国际舆论，包括英美的这个媒体，都把阿富汗撤退比作是越战时期的西宫时刻，这会让越南人和周边地区的人更容易想到痛苦的往事。相反不论在经贸上还是在疫苗出口上，中国都是以诚相待，平等的与东南亚各国交往。平时就非常的注意维护与近邻的关系，所以无论是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还是这次副总统的东南亚之行，都没有迹象表明东南亚在中美间的平衡被打破了。相反新加坡总理呼吁美国不能加剧中美紧张，否则对中美、对东南亚和世界都不太好。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哈里斯及其他这个美国官员所推崇的民主联盟毫不感兴趣，而且对美西方的和平演变、颜色革命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所以要东南亚国家打破在中美之间的平衡，选边站到美国一方，去配合所谓的印太战略，是基本不可能的。我认为东南亚国家将继续同中美通时交往，但是是不会选边站的。这次哈里斯访问东南亚，为什么会选择新加坡、越南呢？美国政府的几位高官似乎把这两个国家作为主攻方向，是这样吗？你的观察是比较准确的，因为新加坡和越南在东南亚的地位特殊。我猜测美国希望首先是要搞定这两个国家，那就是可能产生羊群效应，其他国家会跟随。只不过美国打错了算盘。新加坡的地理位置极其重要，马六甲海峡是印度洋和太平洋交通大动脉的咽喉，对中美都很重要。另外新加坡是亚洲乃至世界的金融中心，就不排除美国试图把香港的部分国际金融企业推向新加坡，以此来削弱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从而来遏制中国的影响力。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政府前不久对香港的营商环境和法治精神说三道四，就是要把香港跨国金融企业忽悠到新加坡的这种意图。但是新加坡领导人向来是有国际眼光，已经批评美国不能持续与中国紧张，把中国当成对手会非常危险。新加坡过去没有站队，今后也不会选边站。而越南是东南亚
军力最强、发展势头最好的国家，而且呢与中国有这个南海岛屿争端，美国呢再想拉一下更靠近美国一些。那么美国呢除了把这个中越南海争端看成是一个突破口，同样呢也把越南看作是产业转移、产业链对接的地方，努力呢想让在中国投资的外国企业，特别是制造业转移到越南，从而呢保证对美国的供应链，限制中国制造业的影响力。这次哈里斯访问越南，关注全球公共卫生、这个经济伙伴关系和安全等关键领域，就是这个目的。但是呢，这个越南呢之所以发展好，就在于越共领导的好。这个中国和越共的关系呢，向来良好。那么再加上呢，由于东南亚疫情防控不严，一些已经转移到这个东南亚的制造业正在向中国内地回流。况且呀，这个越南外交呢有著名的三不原则：不和其他国家结为联盟，不参加任何军事团体，也不允许其他国家在越南驻扎军队。这三不原则呢是越南的这个国家底线，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改变。所以呢，美国呢要让越南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是不可能的。这也是越南呢为什么要低调的接待哈里斯。